这位是？刘进城，你不记得我了？你是？我是赵宁丽。宁丽，是你？没想到我们还能见面。你的腿怎么了？我的腿怎么会是这样，是吧？这要拜你所赐啊！你怎么还来问我呀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的腿出了问题，怎么扯上我来了？哎呀，你真是好忘性啊！不过，这已经不重要了。我今天来，是特地来看你落魄的样子，来看你一无所有的样子，来问问你，遭人背叛是什么滋味儿？遭人背叛？谁背叛我？你的话我越听越听不懂啊！妈，我所做的一切，都是为了让你弥补当初对我母亲犯下的过错。刘进城，你自己做过什么？你应该很清楚。宁丽，你说清楚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这件事情我已经策划了很久了，今天总算能如愿，把我的心里话都说出来了。妈，儿子，听妈说，记得为什么这样做吗？他不是对不起你吗？对，他是对不起我，可他是你的亲人。什么？他是你的亲爹。他是我的亲爹。你没想到吧？你竟然毁在自己儿子的手里。刘进城啊，你没想到竟然会毁在自己儿子的手里吧？妈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快跟我说清楚，刘进城怎么会是我父亲呢？别急呀，你们别急，你们一定很想知道这是怎么回事，是吧？
从头告诉你们。老板，给我拿2瓶。哎，好好好，哎，好，这2瓶给你啊，哎，好，谢谢啊，哎，欢迎再来，好，欢迎再来。再来啊。好漂亮。进城，你看那边多好看啊！是啊，哎，真美啊。再看那边。宁离，我要走了，你保重。可是几个月过去了，我还是等不到进城。就在这时，我发现自己竟怀了进城的骨肉，于是便决定前去金玉堂寻找进城。由于我身上没什么钱，一路上就靠做零工、捡破烂攒下路费，花了2个多月的时间，才好不容易找到刘家。但我万万没想到，当我来到刘家时，却亲眼看见刘进成正去迎娶别人。我十分不甘心，于是追着他的迎娶车队，想要拦住他。我想告诉他，我肚子里有他的孩子。我还想告诉他，我一直在等着他。当我从医院里醒来的时候，我知道我站不起来了，永远也不可能再站起来了。金城，你对我做的一切，我一辈子也不会原谅你，不会。刘金城，你是不是万万没想到，当年你抛弃我，竟然会造成今天这样的结果？这完全是你自作自受，这是你应有的报应。住口！你怎么能证明雨天是进城的儿子？你怎么能让我们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的？进城，你自己说吧。不应该是这样的。妈，你告诉我这一切都不是真的。妈，你怎么能这么对我？我是你亲儿子，刘进成他是我的父亲，你告诉我他是杀害我父亲的人。我要告诉你，他是你的亲爹，你还下得了这个手吗？失去的能找回来吗？为了证实你们确实是亲生父子的关系，我找人做了你们的 DNA， 事实在这儿。
来不及了。这就是你当年抛弃我，毁了我一生幸福的下场。宁丽，你错了，你大错特错。我错了，我错就是老天让我认识了你，老天让我爱上你，还怀上了你的孩子。我儿子没错，错的是你，锦城。当年发生的事，你自己亲口告诉他吧。宁丽，你误会我了。来，爸，慢点。轻点啊。慢点啊！哦，哎，当年我一完成公司的业务，马上就跟家里头提了要迎娶宁丽的事，但由于爸当时生病住院，这事就给耽误下来了。一直到爸出院，我马上就去找你。用力点啊，行吗？行。好看吗？爸，你看看。好好好，好，去吧。谢谢老爸。快去快去。去吧。但是万万没有想到，当我到了的时候，却再也找不到你。问了好多人，也没人知道你的下落。我只好伤心地离开。回到家里之后，我每天郁郁寡欢，想念着宁丽。爸妈看见我这样子，才决定要帮我娶个媳妇儿，让我忘掉宁丽。来，儿子，吃饭吧。我根本不知道你会去找我。我要是知道了，我也不会结婚。原来是这样，金城，你怎么从来都没有跟我说过？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？慧敏，我想，那是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，所以就没再提起。宁丽，你真的误会我了。这不是真的，这是你们编造的，这不是真的。我儿子从来就没有骗过你，他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的。他不是一个始乱终弃的人。这个戒指是锦城买给你的，他找不到你，回家之后，我就把这个戒指收起来。我怕他看见这个戒指，就想起你来。我和他爸之后，也没敢在他面前提起这个事。锦城，宁丽，你好好看看，这就是当年我给你买的订婚戒指。是我搞错了，是我。是，宁丽，你好糊涂。哎呀，妈！
醒醒吧，妈！慧敏，我和宁丽是有过一段爱情，可是那都是过去的事了。谁年轻的时候没谈过恋爱啊？对不对？更何况，我们结婚之后，我从来没有做过一件对不起你的事。你就真的不能接受我曾经爱过别人吗？好吧，也是。这突然间发现雨天是我和宁丽生的儿子，你心里一定无法接受。不过，我也不会因为这事儿不管你和玉萍，这一点，请你相信我。你不要说了。你说的都没错。谁没有过去？谁年轻的时候不谈恋爱？这些我都懂。再说，我们结婚已经有20几年了，就算没有激情，也还有亲情。更何况，你还是个好丈夫、好父亲。那为什么？你为什么这么难过呢？你有什么委屈你就说出来。你打我、骂我，你怎么做都可以。你想让我怎么做，你就跟我说，好不好？锦城，我确实受到了冲击。赵宁丽，她一个女人，我努力去体会她的心情，怀着孕，她跑来找你，阴差阳错的和你擦肩而过，却为了追你回来，弄得自己瘫痪了。可她还那么坚强，硬是咬着牙把孩子给生下来，而且还把他养大。这期间得经历多少磨难，我真是没有勇气去想。仔细的想想，他对你的感情，我看是由爱生恨，所以他叫雨天针对刘家，就不难理解，情有可原了。再想想我自己对待孩子的态度，我真是觉得他不容易，确实不容易呀。你真的是这么想的？你不恨他？你不会因为他一连串的报复行为，使我们刘家失去了一切，而恨他？我并不想去恨他，何况他也知道自己错了。其实彼此间的仇恨，已经造成太多的伤害了。金玉堂虽然今天受到各方面的打击，但是我相信，只要我们有健康的身体，我们有信心，我们一定会恢复家业的。慧敏，我真是老糊涂啊！我以为你会嫉妒，会生气，没想到你这么理解他，包容他。
慧敏，你真是一个伟大的女性，令我骄傲的妻子。建成，那你有没有想过，将来怎么安排他们？其实，宁丽消失了20几年，现在突然回来了。雨天又成了我的儿子。这一切来得太突然，太快了，我还没来得及想这些事情。那你就好好想想，好好安排他们吧。妈，儿子，你不会有事的，千万别丢下我。妈知道，妈总有一天会离开你，可是没想到早了点儿吧。妈，刘锦成，这么多年以来，我是靠着恨你活下来的，靠着盘算一件一件毁灭你的计划活下来的。现在我要死了，我不怕死，我担心的是我的儿子也像我当年那样无依无靠，无家可归。这你放心吧，我会照顾他，也会照顾你。我和慧敏已经商量过了，还是慧敏提醒我，要好好照顾你。你不恨我，宁丽，我们都是女人，你受的苦，我都能懂，我怎么会恨你呢？再说了，当初我不知道你和晋城还有婚约，否则的话，我也不会跟他结婚的。现在说这些已经来不及了。不过，我还是很希望能为你们尽点力。刘锦成，我错了。你有这么贤惠的妻子在身边，一直以来，我想方设法去刺激你，我大错特错。请接受我的祝福，祝你们白头到老。我有件事要恳求你们，忘掉我们的所作所为，让这个孩子认祖归宗吧。建成，我们就认了吧。会的，这会的，这是一定的。谢谢，雨天，慧敏，以后就是你的妈了，你要好好孝敬她，知道吗？我知道。来，快，给你的奶奶、爸爸、妈妈跪下，快！妈，我知道。
天，起来吧，来，快起来！来，快起来。宁丽，还是赶紧去医院吧。我自己的身体自己知道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妈，妈，宁丽，妈！宁丽，离开我！宁丽，不要离开我！不要离开我！怎么就走了？雨天，叫爷爷吧。爷爷，老头子，看来老天对我们不薄啊！玉萍找回来了，雨天也认祖归宗了，你可以放心了吧？爷爷，之前我做了太多坏事了，都是我的错，是我太冲动，做了这么多离谱的事。等我处理完我妈的后事，我一定努力拼搏，重振金玉堂。您放心，我一定会替您照顾好所有的人。其实金玉堂会有今天，都是我的错，是我一时贪心，把金玉堂所有的酒都偷偷的卖了，卖了？你都卖哪儿去了？卖到偏远的一些省份，还有一些临时的摊位，所以在市面上，你们见不到金玉堂的酒，而且我是以市场1半的价钱卖出去的，所以赚了很多，出手也很快。再加上还有玉满堂的酒，最后收益不少。玉满堂，这跟玉满堂有什么关系啊？玉满堂他们得到了秘方，也自产了酒。其实他们除了想赚钱之外，更想打垮金玉堂，所以他们也跟我合作了，目的是想拿到欧美的市场。国勇他们也上了你的当。是。所以我现在所有的钱都是金玉堂的钱。我想过了，我把所有的钱全部都还给你们。我希望拿这些钱来重振金玉堂。哎，你这是干什么？没事。一楠，我真的应该跟你说对不起。不过现在对你说这些也没有用了。我之前为了我母亲的事，冲
冲动鲁莽，蒙蔽了我的双眼和内心，做了很多对不起大家的事情。今天，我当着大家的面，当着逝去的爷爷的面，给你磕头了。哎，雨天，哥哥，雨天，你别这样了。雨天，雨天，事情过去就过去了，别放在心上。现在最重要的是要振作起来，重振金玉堂，知道吗？我知道。刘玉嫔、赵雨天，你们开开心心的认祖归宗，却把我害成这样。你怎么来了？我爸特地要我过来接你们，他想请你们吃个饭。哈哈。请大家不要客气，随便用啊。请，啊。董事长，让你破费了。哎呀，您快别这么说，您老能来跟我们一起吃顿便饭，这是我的荣幸啊。王先生，我敬您一杯。好，来。刘先生，您太客气了。其实啊，今天我请大家来一起用顿便餐，是有些事情想请你们大家原谅。我和一楠自作主张决定了一些事情。请问什么事情啊？一楠，这是你的主意，你跟大家说说吧。奶奶，伯父伯母，是这样的，之前金玉堂陷入危机，虽然你们婉拒了我们的帮助，但是我跟我爸都觉得，让这样一间100年老铺就这么倒了，真的太可惜了。所以我跟我爸商量了之后，就决定从法院把你们的酒庄、酒厂以及老宅全都买回来，加上明伟的帮忙，现在凑得差不多了。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。我的老宅。妈，别激动，别激动啊！王先生，我实在是太感谢你们了，太感谢了。哎，不用这么客气。妈，是不是哪儿不舒服啊？妈，您别哭，您怎么了？我想，这么大年纪了，现在多了个孙子，又多了个孙女婿，我高兴啊！那你高兴应该笑，怎么哭呢？哦，是，我真是老糊涂了，应该笑啊！瞧你说的。哎，雨天，你在想什么呢？啊，没事。来，大家随便用啊，随便用。董事长，你帮我们做了那么多事情，我们都不知道怎么感激你。来，我敬你一杯。来，大家一起来啊！我们大家一起。来。好，来。奶奶，伯父伯母，我跟明伟就先走了。好。啊，走。
你看，一南真是个好男人。可不是吗？妹，哥看到你找到了一南这样的好男人，哥的心里面真的是很替你开心。之前，哥其实做了很多对不起你，还有伤害你的事情，唯独把你和一南凑在一起，是件正确的事情。我抛弃了赛凡，现在我找不到他，我很想跟他解释，我那时候那么对他，真的实在是蔡凡他。去把他找回来吧。我之前那么对他，还故意说重话去伤害他，我现在哪还有脸去找他？你要是真爱他的话，还顾什么面子啊？况且，你妈临终前不是让你要用爱去弥补所有的过错吗？玉萍，这怎么行呢？你别乱出主意了。蔡凡他心术不正，他们分手也好，省得到时候被他给害了。我说慧敏，你这家长是怎么做的？怎么在背后说孩子的坏话呀？我有说错吗？慧敏呐，不是妈说你，蔡凡也当了我那么多年的孙女儿，她本性不坏，我怎么能不知道呢？你对她实在是太苛刻了。妈啊，现在真的就我一个人。你们和韩燕在一起，雨天回到了刘家，只剩下我，他们怎么能这样对我？走啊！出去！不要管我！妈，韩燕，妈，哦，刘先生，汤女士，老夫人。韩燕，蔡凡怎么样？手上受了点伤，但是没有大碍，只是他不愿意见人。刚刚我们也是被他赶出来的。真是的，这孩子。我能进去看看他吗？去吧，妈。哎，蔡凡，蔡凡，妈妈来了，让妈妈看看你伤到哪里了。孩子，你伤到哪儿了？让妈妈看看。出去！不要这样，蔡凡，不要这样，孩子。妈妈跟你说，不管人家怎么看你，可是在妈妈心里，你永远是妈妈的宝贝女儿。我叫你出去，出去！蔡凡，我知道你在怨恨妈，妈理解，理解你的心情，没关系，只要你能平平安安、开开心心的生活，就是一辈子。一辈子不原谅妈妈，也没关系。蔡凡，蔡凡，妈妈求你，求求你不要伤害自己了，好不好？不要再做傻事了，好不好？妈知道你是个善良的孩子。如果你今天真的伤害了韩燕和雨天，你心里会不好受的，对不对？你也会谴责你自己的，对不对？蔡凡，
妈知道你是个善良的孩子，你心里真的不是这么想的，对不对？出去！我再说一次，出去！出去！妈，怎么了？怎么会这样啊？没事，疼不疼啊？我最后说一次，你们两个都快给我出去！就算你再恨我，也不能对妈动手啊！别说，别说，我带你去敷药。没什么大问题，皮外伤而已。谢谢，谢谢医生。啊，没事。妈，我先送你回去吧。没事。你别这样，姐她现在这样，除非她自己想通了，否则谁也说服不了她。对自己的亲生母亲都下这样的毒手，这孩子简直是没救了。不是，他不是那样的人，他没你想的那么坏。采凡他是个善良的孩子。其实，采凡小的时候，也是个心地善良的孩子。小时候善良，并不代表长大了以后也会善良。采凡这段时间做了多少坏事，他害了多少人呢？慧敏，话说回来，采凡变成今天这个样子，也有你的责任。你说什么？怎么会有我的责任呢？锦城说的没错，在亲家那边吃饭的时候，我就要说了，没想到接着采凡就做了这种傻事出来。妈，我可从来没有叫采凡去干这么缺德的事，做这么心狠手辣的事。打从玉萍失踪之后，你有给他好脸色看过吗？天天责备他，你想想看，一个从顺境中长大的孩子，跟逆境中长大的孩子，心里是不一样的。那是因为我心情不好，所以才对他凶了一点儿，那也不能全怪我呀。才凶一点儿？那阵子，采凡多想讨你欢心呐，可是你总让他碰钉子，无论他做什么事，你总能找到骂他的借口。要是你多给他一点爱心，多一点关心，多一点原谅的话，他也不至于变成这个样子。阿言，妈，对不起。要不是我当初那么自私，就算我没有能力保护他，我也不该做这样的选择，都是我的错。可是我不能再看到采凡有任何意外，我不能让他有什么意外，要不然我。妈，没事了，姐她不会再有事的，你放心，她会好起来的。我们大家都去爱她，给她更多的爱，慢慢的，她就会醒悟过来。你来干什么？嘘，你妈累了，你就让她多睡会儿。
我今天是有话想跟你说，说完了我就走，我不会给你添麻烦的。你爸我吧，可能是坏事做的太多了，这老天爷他看我不顺眼，就把我2条腿给收走了，让我以后不要去喝酒，不要去赌钱了。也就是我这2个坏毛病，把你妈给害苦了。她从嫁给我，从年轻的时候起，就没过过一天的好日子哟。你生下来的时候啊，我吧，又是赌钱，又是喝酒，还欠了一屁股债。你妈，她怕我把你给卖了，所以就把你送到了刘家。他整天在那儿就是哭啊哭啊，哭着就喊你的名字。你妈，她真的不容易。你呀，可以恨我，可以打我，可以骂我，但你千万不能怨你妈，千万不能怪她。女儿，我走了，我真是报应啊！给他盖上点儿，别让他冻着。你们就多保重。慧敏啊，我想过了，才凡是我们亲手养大的，我们对他有责任。无论如何，我们不能再这样看着他自暴自弃的堕落了。慧敏啊，我跟妈商量过了，明天我们2个到医院去看她，告诉她，她永远是咱们刘家的女儿。我不是不愿意让采凡留在家里，我只是怕他又做出什么举动来伤害玉萍。如果真是这样的话，那怎么办？我可是再也经受不住得而复失的那种打击了，你知道吗？你对采凡要有信心，他的本性是善良的。其实，我们也有过错。我想，
只要我们多给彩帆一份爱，她心里的恨终究会化解的。答应我，接纳这个孩子，接纳这个女儿，好吗？哥，这么晚了还不睡啊？心里有事，睡不着。跟今天的事有关。玉萍，你今天说了一句话，就是让他知道，我们大家都会给他爱。我想这样总有一天，他会醒悟的。哥，你要是希望用爱去补偿什么的话，那不如这样吧。彩帆，彩帆，彩帆，别动，别动，别动！彩帆，今天是你的大日子，爸和妈还有你的亲生父母，我们想送给你个大礼，你愿不愿意接受啊？你说什么？彩帆，妈对不住你，妈过去一直没有把你当亲生女儿看。那是因为妈太自私了，只知道爱自己的女儿，不懂得你对妈的那份爱，更没有体会到你对妈的那份关心。彩帆，再给妈一次机会好吗？让妈再好好的爱你，疼你。女儿，妈妈也错了。当年，不管发生什么样的事情，都应该守护着你，陪在你身边，不该把你送到看不见我的地方。妈知道错了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孩子。彩帆，你现在有2个妈妈，让我们一起来爱你，疼你。还有我，
你来干什么？我最不想见的人就是你。蔡凡，我知道，这一切都是我的错。我之前因为一己之私，冲昏头脑，不得已利用你，做了很多事。我也知道，以你的个性，不会轻易原谅我。所以，你看，我们带来了这个礼物给你，希望你能了解我的心意。来，蔡凡，我愿意用我的一辈子来弥补我对你造成的伤害。你愿意给我这个机会吗？你说这些有用吗？我永远也忘不了你对我所做的一切。蔡凡，你还记得吗？在你生日的时候，我送给你的青鸟坠子。别说幸福只是空中的楼阁，真情只是虚无缥缈的假设，在你心中过于自责。当我像个孩子般哭了，蔡凡，我还记得我曾经说过，我希望你实现自己的梦想跟愿望。如果你愿意的话，我就是那只青鸟。我愿意一直陪着你。爱是一种温暖心灵的光泽，别让这天空变成灰色。太多的抉择总是无法取舍，你我的心情是模棱两可。别说幸福只是空中的楼阁，真情只是虚无缥缈的假设，在你心中过于自责。当我像个孩子般哭了，为何我们的爱如此的曲折？结局并不需要一遍遍的揣测，就让幸福开始照射。姐，你就答应哥吧。你要是再不答应他，我这个做妹妹的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嫁给一男啊。是啊，我们结婚的时候还需要你帮忙呢，不要让我等太久啊。蔡凡，你知不知道，你奶奶一直在门口等着你呢，就等着你答应呢。结局并不需要一遍遍的揣测，就让幸福开始照射，直到真爱拥有绚丽的光泽。蔡凡，回家吧。奶奶，乖。乖，不要哭了啊！奶奶，对不起，我错了。奶奶，我错了。妈，对不起。
对不起，寒烟，对不起，一楠，对不起，爸妈，我错了，我知道我错了，对不起。再凡，别说了，回家吧啊！我们金玉堂不能少了你这个公关经理，知道吗？再说了，你不是答应过爷爷吗？要牢牢守住金玉堂的家业，是不是？我们金玉堂的人要团结一致，齐心协力，把金玉堂的牌子再举起来，给世人一个惊喜。你说是不是？爸，你真的觉得我还是刘家的人吗？你嫁给我，不就是刘家的人了吗？彩凡，你看雨天跪的腿都麻了，你就可怜可怜他，答应他吧，啊！来，以后你就是我的了。太好了，姐姐终于答应了。以后啊，就要改口叫嫂子了。哦，对了，嫂子，要是哥以后欺负你的话，一定要告诉我，我帮你。